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于正称白鹿扛锯，敖瑞鹏成牺牲品，网友热议引发争论。在娱乐圈，演员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总是备受关注。2025年1月8日，著名编剧于正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条引人注目的评论，称白鹿是他主演的电视剧《白月泛星》的扛锯主力。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白鹿的高度信任，认为他能够独自撑起整部戏。然而，这番话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和反驳，认为这种夸赞显得对男主角敖瑞鹏的不公。网友们开始争论，一个合格的电视剧是否真的能够依靠单一演员的力量来成功？于正的言论实在是引人深思。他称赞白鹿，不可否认他在剧中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白鹿凭借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他在剧中的角色塑造得非常立体，表演自然流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作为男主角的敖瑞鹏虽名气相对较小，但其演技和表现力同样不可忽视。不少观众第一时间指出，于正的话似乎过于片面，不仅让一些网友开始质疑他的言论，同时也让敖瑞鹏处于风口浪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正的评论无疑给予了白鹿极大的鼓励，但也在无形中将敖瑞鹏推向了负面舆论的风口浪尖。事实证明，一部优秀的剧作需要的是男女主角之间的默契配合和整体的团队努力。无论是白鹿还是敖瑞鹏，他们在《白月泛星》中都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观众们期待的是他们的共同成长，而不是一味地将光环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白月泛星》自播出以来，其收视率和口碑持续攀升，证明了合力的重要性。数据显示，该剧自开播以来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亿次，话题阅读量也已超过10亿，可谓是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在这部剧中，男女主角的对手戏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出了很高的专业水平。一些评论认为，白鹿和敖瑞鹏两位演员的努力与配合才是整部剧成功的关键。不少网友对此表示，黑红也是红嘛，认为即使在负面争议中，也能提升关注度。这种观点虽然存在，但却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许多人认为，一个演员的评价不应该仅仅通过热度来衡量，而应该更看重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作品质量。为了博取眼球而忽视他人的努力，往往会适得其反，损害团队的创作氛围。在娱乐圈，年轻演员们都在不断的努力证明自己，面对压力与挑战，他们需要在演技上下功夫，同时学会如何应对各种舆论。像白鹿这样有实力的女演员越来越多，她们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表演技巧外，也必须面对外界的各种声音。从这个角度来看，于正的夸赞或许可以转化为动力，但同时也应该提起对其他演员更加宽容的态度。整部剧通过精彩的对手戏展示了角色的复杂性与情感深度，无论是感情戏还是武术戏，都让观众眼前一亮。白鹿和敖瑞鹏的默契合作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动人的画面，让人不禁为他们的表演点赞。可以说，他们在剧中的互动为整部剧增色不少，而这种合作共赢的精神，正是娱乐圈长久发展的重要基石。很多影视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正是因为注重整体效果和团队努力。与之相比，像去年火爆的剧作《长月烬明》和《与凤航》都展示了演员间的相互成就，才最终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正因如此，《白月泛星》不仅仅是一部展示演员个人魅力的剧集，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优秀作品，值得被更公平地看待。经过此次事件，我们希望未来的娱乐圈中，所有演员能够在享受成功的同时，
也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尊重。不论是白鹿的突出表现，还是敖瑞鹏的默默奉献，都是这个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正视每个演员的努力，才能让我们的娱乐圈变得更加和谐美好。2. 丑男敖瑞鹏在这部剧里帅翻天。2022年，一位顶着高马尾、手持纱布剑的少年闯进观众视野。他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用赤子之心点燃了沉寂已久的武侠剧市场。敖瑞鹏这个曾被贴上古偶丑男标签的名字，正在书写内娱的逆袭剧本。有人讽他德不配位，也有人赞他撕开科班垄断的裂缝。他在采访中所说：“我不是天选之子，只是大数据筛出的幸运儿。但幸运这碗饭，端着比捧着更难。”非科班出身的敖瑞鹏，早期在《时光与你都很甜》《新人类》、男友会漏电等小成本甜宠剧打转，最艰难时连续3个月无戏可拍，被经纪人带着建组30多次全被拒。你这个长相，演不了主流审美男主。敖瑞鹏的走红轨迹带着鲜明的互联网基因，他因抖音拍摄搞笑短视频积累100万粉丝，痞帅外形与地主家傻儿子人设引发关注，被经纪公司挖掘签约。恋爱吧，石梦君播出时，观众对敖瑞鹏的颜值展开激烈讨论，有人吐槽他五官乱飞古欧丑男，豆瓣小组甚至出现敖瑞鹏到底凭什么当男主的投票帖。面对恶评，他在直播中自嘲：“听说我长得像悲伤蛙，其实我每天照镜子都觉得自己挺帅的。我知道自己菜，但菜鸟也得扑腾2下。”这种打不过就加入的幽默态度，反而让部分黑粉转怒。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她饰演的妍妍虽为男3号，将浪子回头套路注入心意，因红衣策马救美片段爆红，被剪刀手称为古偶破碎感天花板，抖音播放量破5亿。导演许佩珊透露，他主动要求不用替身，马术课练到腿根末出血。该剧虽因魔改原著遭书粉抵制，却让敖瑞鹏微博涨粉100万，开启古偶专业户之路。制片人林晋瑞评价，他身上有种未被规训的野生感，这在工业化造星时代非常珍贵。将其推向流量巅峰的少年歌行，红发少年雷无节闯荡江湖的热血设定，被他注入憨直与莽撞的微表情。热血与中2成就出圈名场面，竹林醉酒5件戏亲自上阵，剑柄划伤虎口仍坚持拍摄。雪夜独行面出我以少年身，问鼎江湖事实，眼底星光被赞 Z 世代武侠代言人，成为现象级角色。合作演员说他拍戏像打游戏，每个镜头都是副本，输了就重开1局。豆瓣开分8.3。被赞武侠复兴之光，但质疑声随之而来，原著粉痛批演技过于浮夸，毁掉少年侠气。武打戏核心镜头替身穿帮，导致高光片段遭群嘲。他晒出训练视频配文，挨打要立正，骂我需精准。武术指导陈伟涛透露，零下15度拍打戏，他主动要求不用替身。薇娅衣里贴满暖宝宝，还在哆嗦着背剑诀。李才说，替身争议对他不公平，90%高危动作都是自己完成，但观众只记得1%的穿帮。雷无节祝他斩获2023文荣奖最佳青年演员，微博涨粉300万。他像武侠小说里的愣头青，莽撞但有生命力，NG 20次还能保持严厉的光。在剧组，他是社交悍匪，片场著名社牛症患者，能5分钟和群演称兄道弟。李弘毅爆料，拍《少年歌行》时，他给全组起外号，管我叫冷面馒头，自己叫热血包子。导演尹涛说，他严厉的光就是《少年江湖》最好的注解。他是片场永动机，有场语戏拍了8小时，最后裹着棉被还在琢磨眼神戏。每一部戏都是他磨练演技的基石。
每一次都是全力以赴，面对质疑从不辩驳。落花时节又逢君饰演风流倜傥的昆仑仙君，造型引发建模脸热议，被批眼神空洞如 PPT 播放。镇魂街之热血再燃，化身漫改男主曹彦兵，增肌15斤，学习火焰特效走位，爆破戏亲身上阵烧焦发尾。该剧豆瓣6.1分，漫粉痛斥毁原作，但打戏剪辑被 UP 主赞内于漫改打戏 TOB3。仙侠剧《白月繁星》因爱换脸技术翻车，仙侠黑马变暴雷，被扒大量镜头使用数字替身，让其卷入科技与狠活风暴。网友制作敖瑞鹏 AR 演技对比图登上热搜。制片方紧急声明，因档期冲突补拍所致，但豆瓣5.8分的口碑已难挽回。剧中的范月是真的又帅又霸气，白发造型也很惊艳。他潜心于演技的磨练，不断挑战极限。数据时代需要他这样的冒险家，但冒险的代价可能是粉身碎骨。一心都在搞事业，他的感情生活几乎空白。与李弘毅拍摄《少年歌行》期间，两人勾肩搭背互穿外套的互动引发男 CP 狂欢，微博超话敖里头冲进 CP 榜前10。他在直播中直言：“兄弟就是兄弟，别拿显微镜找糖。”被拍与蒋依依聚餐，两人互喂毛肚画面引发恋爱猜测。双方工作室秒发声明，纯兄妹情，再赚绯闻，下次涮鸳鸯锅。敖瑞鹏调侃回应：“下次约饭的带第三人自证清白。”舍我其谁宣传期，路透照显示他与李兰迪两人天台对戏至凌晨。CP 粉狂欢之际，敖瑞鹏直播拆台，那场戏 NG 20次，主要因为我总被蚊子咬出表情包。他与卢玉晓都处于素人状态时，在互联网上活跃，并有过互动。成名之后，便有绯闻传出。私下的他以钢铁直男自居，却在《你好星期六》中因让女生自己拧瓶盖被批注孤生。他微博晒出握力器测试图反击：“我能拧开消防栓，但尊重女性独立。”面对粉丝催更 vlog， 我懒起来连外卖都懒得拿，你们且看且珍惜。被问理想型，能接受我打游戏时在旁边吃螺蛳粉的姑娘。接受精品购物指南专访时坦言，28岁该考虑成家了，但的先攒够聘礼，至少得有个放游戏手办的书房吧。随心而活，大概是他最大的人生准则，从不惯着谁。横店拍戏时，怒斥代拍：“你们再跟到酒店，信不信我当场表演托马斯全旋？”视频流出后，有人指责他耍大牌，粉丝却力挺：“保护隐私有错吗？某些代拍连艺人上厕所都要拍。”敖瑞鹏应对黑料堪称互联网原住民教科书，网友质疑他买热搜，他直播展示手机，热搜词条价格表哪位好心人发我？这钱省下来吃火锅不香吗？面对恶意 P 图，他晒出原照配文：“感谢帮我瘦脸，省了医美钱。”遭遇演技质疑，直接在横店组观众探班团，邀请网友现场监督。制片人王一许评价，他身上有老港星的江湖气，真听真看真感受，黑粉自然无处下手。他坚持反内卷哲学，收工后打王者荣耀直冲王者段位，却在剧组组织深夜舞排被批不务正业。表面大大咧咧，实则会偷偷给剧组流浪猫搭窝。粉丝在超话晒出他2017年救助车祸老人的旧照，考古话题：敖瑞鹏，你到底有多少惊喜冲上热搜？搭档侯明昊说：“别被他的沙雕外表骗了，剧本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笔记。”武术指导理财，空中转体3周半接见花，95后里能做到的不过3人。编剧饶俊说：“他需要更多复杂角色，抹掉网红感，否则永远困在古偶流水线。”从抖音网红到古偶顶流预备役，敖瑞鹏的6年星途浓缩着 Z 世代艺人的生存图鉴。在抖音分享横店生存指南，
盒饭要抢鸡腿的趁早，房车最实用功能是躲带拍。小红书分享糊弄健身法，深蹲时看《甄嬛传》被健身博主痛批误人子弟。对此他笑称：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健身如修仙，心诚则灵。给粉丝写信，不必为我控评，看到好剧本比看到彩虹屁开心10倍。有人问他如何保持初心，他指着手机壳上的字：须知少时凌云志，曾取人间第一流。这位非典型美男正在用他的方式重写流量时代的演员法则。